从近期的数据和案例都表明 SB1 的申请批准率并没有比你直接入关美国要高。特别如果你申请 SB1 的原因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欢迎来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嗨，大家好，今天李律师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如果你是绿卡持有者，然后你已经在境外待了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返美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首先我要跟大家澄清一点误区就是你的绿卡身份呢，并不会因为你在境外待的时间过久而自动就丧失掉。倘若你没有申请这个回美证，然后你在境外已经待了6个月以上，但是是少于1年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你有条件的话尽快安排返美。在疫情的情况下，海关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一般情况都会让你顺利进入美国。但如果你在境外已经待了超过1年的话呢，那海关也许会把你带到小黑屋去做一个进一步的问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好很多前期的准备，比如说你要准备很多你跟美国有紧密联系的文件类似于报税记录在这边有亲戚或者是银行理财账户等等等等，有紧密联系的证据。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向海关去证明你并没有主动放弃掉美国的永久居民的身份。海关问询你之后，他还是觉得你放弃了这个绿卡的话呢，他有可能会没收到你的绿卡，但是不用担心，这个不代表你就不是永久居民了。你还是有权利要求去到移民法庭去跟法官讲述你没有放弃绿卡的意愿，那让移民法庭做出一个判决。所以你在小黑屋里跟海关人员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他问的问题和你做的回答都有可能是将来在移民法庭上面法官进行评判的依据，所以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准确，然后在审阅签字的时候也要再核实内容才签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境外待了超过2年的时间，这个情况呢，也许 SB1 签证的申请是一个好的途径，但是呢，从近期的数据和案例都表明 SB1 的申请批准率并没有比你直接入关美国要高。特别如果你申请 SB1 的原因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很多的案例都是直接第一轮面试就被拒签的。所以我们建议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让他对你的个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你到底是适合申请 SB1 签证，还是走这个律师保驾护航，直接从海关入关美国更为适合。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